本次直飞 MU5735航班的波音737-800NG 客机于2015年6月10号注册，机龄仅6年10个月，属于准新机。737-800NG 客机是波音公司推出的737第3代机型，截至2022年2月，已在全球交付7088架。截至本次事故前，航空安全网络记录该型客机仅发生过21起机体全损事件，其中在起飞阶段发生事故的4起，在进近降落阶段发生事故的有16起。其中仅有2006年戈尔航空 GOL1907 航班空难是在巡航阶段发生事故，但那是一次极为罕见的空中撞击事件，与本次事件没有任何相似性。波音737系列飞机是美国波音公司生产的一种中短程双发喷气式客机，是民航历史上最成功的窄体民航客机系列之一。任何一个时候，全球的天空都有数百架的波音737在飞行。不过，这次出事的波音737-800型号近些年是多次发生事故。2007年5月5号，肯尼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-800型客机从喀麦隆杜阿拉起飞后坠毁，机上114人无一生还。飞机失事不同于一般的交通事故，高空落到地面上产生巨大的冲击和爆炸，很难有生还者。因此，任何一次飞机失事都是很可怕的事情。飞机失事的原因有很多，总的来说可归结以下3种原因：飞机本身设计缺陷、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3种。其中，飞机设计缺陷是最致命的。美国波音公司在生产737系列客机 MAX 型时，就曾因此陷入艰难境地，信誉扫地。2018年10月，印尼失航的一架波音737 MAX 飞机在印度尼西亚海岸坠毁。2019年3月，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37 MAX 客机也发生坠机事故。在半年内，2架波音737 MAX 客机坠毁，造成346名乘客和机组人员全部遇难。经过18个月的调查后，美国众议院公布了长达238页的报告，指出这些坠机事故不是某一次失职、技术错误或者管理不当造成的，而是波音工程师一系列的技术假设错误、波音管理层缺乏透明度以及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监管严重不足导致的可怕结果。目前，世界大飞机市场上主要是美国波音和欧洲空客在竞争，这2家公司一直都在关注着对方的一举一动。由于空客率先推出 A320 新型飞机，这是一款配备先进发动机，并且比以往机型省油15%的200个座位的喷气式客机。波音公司得知后也不甘示弱，将同样油耗能效的发动机安装在了737机型上。升级后的737就是发生事故的737 MAX。然而，波音公司为了节省成本，没有重新设计737的机体，新发动机却比原发动机大一些，这样就造成了飞机在飞行途中会出现抬头趋势的隐患。波音公司为了解决这一隐患，专门增加了一个机动特性增强系统，是帮助飞机避免失速坠毁的。当飞机的速度过慢或者飞行角度过高时，机翼上的气流就会停止流动，飞机就会失去升力，开始下坠。如果增强系统认为飞机要失速坠毁，它就会自动压低机头。要命的是，这个机动特性增强系统，操作指令在飞行员的权限之下，它不受飞行员的控制。当它出现误判，进入死亡俯冲状态后，飞行员想试图操控它也是徒劳的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飞机坠毁。而负责的监管机构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对于波音737 MAX 系列的安全认证是外包给波音自己做的。作为国际航空界最重要的监管认证机构之一 ，FAA 让波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，这一失职不仅让自己沦为笑柄，也让自己的公信力大打折扣。而波音737 MAX 客机也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被停飞或禁飞。